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温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i everyone, I'm Yaona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For non-Mandarin speakers,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. 今天就是一支闲聊的影片吧，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变美的流程，怎么开始在乎我自己。我知道我在第一支影片的时候有说，希望大家可以拥抱自己的不完美，一起越来越有自信。但是当然也是有心路历程的改变，不是说我一直以来都很有自信。我在其他影片里面可能会稍微提到说，我以前蛮自卑的。那当然这一路走来也是经历过了一些事情，才慢慢蜕变成现在的自己吧。想跟大家分享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乎我的外貌，我不同时期做了什么事情。我觉得我以前的方式有点像是去融合大众的审美标准，就是不让自己觉得那么的丑，有点像是这样。那我一开始应该是从国中的时候会在乎毛发这件事。我其实是一个毛量蛮多的人，但是我的毛发是算细的，所以没有到那么的困扰。那国中的时候呢，我比较喜欢穿宽松的运动服，你可能手臂这样举起来的时候，就这边是看得进来的。我觉得真的是国高中的男生很白目，他们不会婉转的讲话，然后也不会觉得说有些话很伤人。然后就有一个同学直接跟我讲说：“啊，你有腋毛！”说真的，男生他们有腋毛，在那边笑女生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尴尬哦。然后我身边周遭那时候只有一个女生，我是比较敢跟她讨论这种事情的。然后就跟那女生讲说，就是你都怎么除毛的啊？这样说你是用什么工具的？可以给我一个吗？然后这就开启了我一开始我的除毛方式是先用刮的。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我都是绑马尾，就是整个往后梳。那时候头发留了很长，但是因为我每天都绑马尾，我在国中以前，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自然卷，我不知道我自己不绑马尾的时候，其实是整个爆炸开来的。然后我记得我国中那时候就觉得留马尾、留长发留得很腻，我那时候头发就大概剪到这个位置，剪完洗完头，隔天整个就是超毛的，发流的方向都是这样子往外。这样子一圈全部都是这样子往外翘，然后那时候不知道是自然卷，直接去烫离子烫，然后夹直，然后变成超级很呆板的直，因为就是死直。我靠！我现在想起来，我真的觉得我国中超丑的。那我在高中的时候有加入热舞社，然后热舞社上台表演的时候，学长姐就会要求女生要化妆，所以我就开始去学化妆。那学化妆的时候也要保养，所以我妈就带我去买嘉利宝的保养品。然后那时候好像还买了植村秀的彩妆还什么的，还是 MAC。我记得我有买植村秀的卸妆油。高中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上学我就会化底妆。然后高中的时候开始戴隐形眼镜。其实我身边周遭的人，大概是从升大学的暑假才开始，就是突然变了一个人。因为就开始不需要穿制服，大家就开始学穿着打扮，学化妆。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怎么变这么多？因为我的高中大部分都是你专心读书就好，顶多就是在制服、运动服上面作怪。上大学之后，因为我有湿疹的问题，所以我就去看了皮肤科，也有看到他们有雷射除毛的疗程。那时候我就想说，不用刮腋毛，雷射实在太方便了。可以逃脱，就是一直在刮腋毛，一直在除毛，就是可以一劳永逸。当然不是一辈子啦，它还是会一直长回来，可以省掉那个刮不干净的麻烦。所以我那时候就去雷射腋毛，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尴尬。我觉得那间皮肤科的态度不是很好，不是很友善，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他没有帮我用得很干净。我那时候其实不是非常了解发束这个东西，我觉得他也没有详细教得很清楚。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体毛比较多的人，他们那时候的价位是一定的发束内，它是这个价位，每超过一发就是加多少钱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他们那个发束的资讯不是很透明，
他只在结账的时候跟你讲说你超过了多少钱。如果打完他一定的发数之后要开始加发数，他也没有跟我讲，然后也没有跟我讲说那你大概要再加几发，所以是我结账了才知道，应该几乎每一次都有超过预算。我觉得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对医美诊所一直都有很害怕的感觉，我就会觉得我很自卑，然后我会觉得就是整个气氛冰冷冷的，很不舒服。那再来是大一的寒假，我妈就问我说那个谁谁谁在哪里割双眼皮，你要不要去割一下。我以前化妆的时候，我画了一条眼线，眼睛张开，眼线是会被吃掉的。我以前是那一种单眼皮，就是眼睛张开，就那刚刚那个眼线呢，然后我就会画很粗，就会整个晕开变成熊猫眼。我妈就说要带我去割双眼皮。哦，好好好。我那时候的想法是，说不定我之后就可以画眼线了，因为双眼皮从来没有长在我的眼睛上面过，所以我一开始不知道双眼皮应该是要怎么样。那时候的医生就跟我讲说，我的眉毛跟眼睛的间距蛮近的，就是它不能割掉太多肉，不能变得很双，不然的话我会整个人变这样，就是上眼皮整个就会变得很窄，会看起来很怪，所以我才割了这个样子。我的这个眼皮这边稍微还是有一点点比较折进去，没有那么的双。我以前是还蛮满意的。我现在有画眼影，但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看到，就是我这边有2条线。当然现在看了很多别的双眼皮，我觉得我的双眼皮应该可以再去微调。那再来呢，时间就拉到了大学毕业后。大学毕业后我就去装了全瓷冠。那我这边有另外一个全瓷冠自己的影片，你们可以去参考。对，然后呢，当然大学毕业后，时不时的我就会去染头发啊，也有漂过头发，也有一次在头发上染了好几个颜色，也有染过特殊色。目前我的头发是没有漂过的，就只有被我用药妆店的染发剂乱染而已。直到今年3月以前，我的头发就是不染烫。我以前高中、大学也有烫卷过。我最后一次漂完头发之后，我就开始留长，可能会留的比较长之后，一次把漂的地方剪掉。到现在呢，我会觉得其实不要染烫，发质才会好。当然，我偶尔也会用个电卷棒，但我每次用完电卷棒，我都觉得我的头发好干，然后比较容易打结。所以我就开始尝试一些不需要热的方式，就是睡前的时候先把头发塞在袜子里面啊什么的，然后起床就会变卷，或者是在吹头的时候可以这样子绕头发，然后头发就会变得比较有一些弧线，然后也不是这样子丝织的，因为我觉得我比较不适合直发。其实除了这些外在的因素，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有内涵。我相信这个理论，就是你的脑袋里面的东西，你的气质会从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。你就算妆化再好，然后你一张嘴，你就会觉得，这个人好丑哦。再贵的化妆品、保养品也没有办法让它变好看。不只是你的内涵，像是稍微有一点尝试，然后可以去学一些知识，还有一些个性啊、行为，真的会让人觉得这个人谈吐好优雅哦，哇，整个人散发的气质就是优雅。然后一些尝试的话，像是好，你是路痴，但是你至少学会看地图，你东南西北不分，但是你看得懂导航。我觉得人也不能太笨，当然每个人都有弱点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样样精通，但是你可以去强化你自己，然后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很肤浅。哦，我花了多少钱买这个壳啊？这个牌子的壳最好看，我只要这个壳。或者是说出了新的 iPhone，那我一定要买最新的 iPhone， 也可以稍微有点人文素养。我知道很多人为了世俗的眼光而去变美，想要改变自己的外貌，但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对其他人有一点同理心，站在对方的角度想。我觉得就事论事可以。假如说这件裤子真的就不适合这个人，会让你的比例看起来没有那么好，我觉得这种评论还可以。就像是假如说你们不喜欢我的妆，你们觉得我可以怎么改进，你讲出一个论点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。但如果你今天就是看他不顺眼，哪里碍到你了吗？
对，当然我也会觉得我不喜欢这个人，为什么要在我喜欢的电视节目上面还要看到这个人，我也会觉得很烦。我就会觉得你也不撒泡尿看看你自己。很多酸民在底下留言的讲难听一点，那些酸民也应该先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的嘴脸再批评人吧。对，我现在就在批评你们。我也知道很多时候自信心是别人给你的批评，我也知道很多人想要让别人 validate 你的自信，要听到别人的称赞，你才会觉得自己很有自信。你没有办法由内而外的感觉到我就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，这是一个课题。上次我在欧洲，我觉得我这个身材很 OK， 我觉得很有曲线，我觉得我是吸引人的。但是在台湾我就会觉得我好胖哦，我好壮哦，我看起来好大只哦，好突兀哦。对，而且我在台湾都会有这种想法，我都会觉得我想要变矮一点，我不想要看起来那么的壮硕。而且这些主观意识都是因为我的环境造成的，就是我觉得我接触到的资讯跟我身边周遭的环境，就会很难在台湾觉得自信很难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，很多都是环境陌生人给你的观感。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互相退让一步，不要没有想过就直接把话说出来去伤害人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为了去迎合那个审美观，但我也希望大家同时间也可以做自己，创造一个自己的特质，不会像是每个韩国艺人看起来都一样。其实很多你觉得不完美，或者是你想要改善的点，你想要去除的不好看，其实是一个正常。就像是我想要梳毛，我想要梳体毛，但每个人都有体毛啊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或者是每个人都有毛孔啊，很多广告都很扭曲，很多评判别人的标准其实都是不正常的，可能就是少数那几个人是这样子的。你觉得你自己不是那样子，那你就是丑的，并不是这样的。像我小时候有突然拉高，那我就有生长纹，我的生长纹就是一直存在着。像是我这一条脖子的纹路，它一直就是这么深，我也不觉得怎么样。有些人会觉得脖子有纹路，脖子有细纹，看起来很老，但没办法啊，你皮肤就是这样啊。或者是你看那广告，那女生竹竿腿耶，好细哦，好美哦。你看看你身边周遭人，谁是竹竿腿？所以呢，其实你身上你觉得是不完美、是缺陷的地方，这都是正常的。我们应该要把这一些正常化，而不是用很扭曲的审美观来去评断一个人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像我还是很喜欢化妆，我还是喜欢保养，我还是想要抗老，那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就是喜欢这样，而不是为了听到那一句你看起来好年轻哦。我化妆，我研究保养品，只是为了自己的爽。那我也希望你们在追求美的同时，不是以一个扭曲的心态，这应该是一件对自己好的事，而不是为了别人那一句称赞的话。唠叨了一下，我刚刚一个卡顿，我不知道要怎么结尾。结尾可能就是我想去做医美，我就只是想要去改善我的毛孔。需要去拉提一下这边吗？觉得是我的妆。我以前也想要去做鼻子，我有看过人家说鼻子从里面穿出来，我觉得有点可怕。就这样，就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过什么事情。那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去尝试，或者是你有尝试过的，你做过的，你觉得很有效，或者是你很喜欢，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推荐我，或者是你有不同的见解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礼拜见。